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脱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不知道为啥，我总能激发男人的保护欲。他们是互相吸引的老铁。一个人怎么可能单着突然就有老婆小孩了？就需要很勤奋、很努力。上岸第一件，先斩社会人。感觉所有人的呼吸都被你拉住了。一边哭一边吃菜啊！吃饭的时候必须把咖啡倒在米饭里一块儿吃。谢谢，我不饿，你自己吃饱。你可以使劲去挖，能够挖到很多好东西。去哪边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一定能进决赛。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欢迎回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各位，我们的第3赛段5险2进赛即将继续，目前有2支小队完成了他们的表演，因此他们现在就名正言顺的排名前2名。马上要上场的是第3组啊，第3组真的太了不起了，他们的名字叫3季男孩。文艺青年高寒，代号高级寒冷大帅哥，最强战绩，最硬全网无敌手。我讲脱口秀不是为了站好，是为了让你们思考。视频号赛道王者赵月，最强战绩上线第1天播放量100万加，必杀技掌管下班的神。下班了。脱口秀界幸存牛马 Seven， 技能隐形人，必杀技透明人隐身术，随时随地开会症候群。明白，我知道。脱口秀宣发组长季业，技能心系天下，全自动宣发，触发词小五。就说我讨厌帅哥吗？你们这个有小五的照片都不要艾特我。对啊，佳佳。 3000年一遇的究极暖男贾浩，代号脱口秀界首席供暖专家，必杀技自带26度恒温结界，所到之处4季如春。暖了，又暖了，cung好好了。然后你们目前是7组里面分数最低的，这个你们知道吗？哎呦我的妈！现在谁还在乎名字？想当年咱们5个在江湖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是辉煌一刻谁都有啊！别拿瞬间当永久。 会觉得有压力吗？有啥压力呀？就欺负新人，小兔崽子！哎呦我的妈！第1名是谁？告诉我们这大道他们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那是挺厉害。第2组第2名谁？也还可以啊。那第3组呢？第3名是小五和丹妮。我们都不关心这个哟。 哎，咱就是说，咱要赢了就是说互帮互助，咱要说输了就是这个各自为政。
对，咱们这轮真是好啊！我这真的互相都帮助很多。哎，我那个大梗，当时观众都站起来，不就是你加的吗？我的稿子用的就是你的，他们4个人稿全是我写的。好在因为都是高寒写的。我那个梗没想，不是你想的对呀，就是高寒写。你说绝对想。对，都是兵法学吧？哎呦我的妈！朋友们，我们的队名是3G 男孩，我们的口号是3G，创造奇迹。这组全员老人，他们的每一位都陪伴着脱口秀和他的朋友，这3季全都陪伴过来，所以希望大家在这儿尊老、爱老，珍惜老人们的每一次表演，好不好？首先要上场的这位，职场是他的舒适区，但是这位老人今天决定聊点新话题，掌声有请 Seven。哎，大家好，我是 Seven。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们节目现在录到第3轮了，你们也知道，朋友们，今年一直是这种组队赛制。我前2轮一直是队伍里最有用的人，因为我有车，可以免费送他们去开放麦，是一辆算我能坐4个人的2门小车。直到这一轮，破赛制5人队，坐不下了。本来季业一个人坐2位置。我们试着挤过一回，那天贾浩妆花了，赵月发型乱了，高寒热了。我跟他们商量说，能不能我拉你们其中3个人，然后剩下1个人去打网约车，这样就能坐下了。他们说他们4个打网约车也能坐下。显得我非常没用，认真的说，朋友们，我很怕自己没用，因为我如果不显得自己有用一点，在一个集体里很容易完全没人理我。我从小就是那种很没有魅力的小孩，在我们东北不太会聊天，没有艺术特长，长得还比较呆愣，用英文说就是cold nerd。cold nerd。班级组织野餐，我是到最后主动收拾瓶子，才开始有人跟我说话。说他还没喝完呢。我说那你喝完叫我啊，我给你扔。就其他人很容易这种一撮聚在一起，然后剩下我一个，就感觉像金属聚会，我进不去他们的磁场，他们是互相吸引的老铁，我是一个人。我是靠有用交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是我听见他跟另一个同学说他爸不让他玩电脑。我说我家有电脑，他就来我家边玩穿越火线边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很开心，但我知道其实不是的，因为真正的好朋友就算不是天长地久的，也不应该是防沉迷到了就走的。哪有好朋友只好3个小时的？但很快我也找到了延长我们友谊的方式。那会儿防沉迷系统比较简单，我用我姥的身份证把自己注册成了一个成年人。我姥姥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其实是穿越火线17年老兵。她只会纳闷为什么自己总会收到短信，跟她说快回到战场。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带人玩得好就会被人喜欢。我开始练习，我很有天赋。我小学就会写金手指帮同学改游戏数据了，会刻光盘装 Windows， 谁家电脑有开机密码，我直接给他刷了。还有关掉计算机课的控制软件，带同学们玩4399。你们就是小时候不认识我，要么你们都上不了初中。你们就小专。小齐，这个太好笑了。一直在研究怎么被人喜欢。我玩游戏也是，我玩游戏只玩那种服务别人的角色。我玩王者荣耀只玩亚瑟。
真的一直玩，我甚至把自己玩成了辽宁省第1亚瑟。这是真的。可能有朋友不玩游戏，我解释一下，这个英雄最大的作用就是吸收掉所有伤害，让对面放不出技能，从而你的队友可以尽情发挥。如果还是听不懂的话，就是给队友当狗。而我通过玩一个给队友当狗的英雄，玩到辽宁省第1名，那就不是一般狗了。赛级犬，赛文。我说实话，朋友们，我就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喜欢我，但是你们不用太可怜我，因为我这些年也确实因此学会了很多真才实学和很多技能。我现在想讨好谁，我就讨好谁。我也不知道我这么横干啥啊，反正就是属于 DORAEMON 型人格，就是哆啦 A 梦，我是觉得做个有用的人挺好，但是这2年经常被人不理解。今年过年，我上初中的表弟来我家，看我在那儿帮人改简历、写程序，突然就开始说：“哥，你特别没有主体性，你很没有自我。之前他作业都是我写的，现在开始跟我说这些小某书话。”我让他妈没收了他的手机。这是我表弟在主体性之后学到第2课，主客体分离。现在好像很多人会觉得一直做一个有用的人很可怜，是我之前跟别人讲我爷爷的故事时候发现的。我爷爷一辈子是个有用的人，他上班一直上到85岁，做一些勘探工作。我每次跟朋友们讲这个事情，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那你爷是哪年去世的？没去世。一直有用不是必须得死的。现在89了，身体老好了，还能拿 CAD 画图呢。也会有人邀请他回去，接着去公司帮忙，说的话跟我姥姥收短信差不多。快回到战场吧，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做有用的人，帮助他人这件事，他没有那么悲壮。你不是非得燃烧自己才能照亮他人，对吧？人又不是蜡烛，烧了就没了。我的自我认知就是一口铁锅，越拿我炒菜，锅就会被养得越好，而且这样就是老铁了，就不是一个人了。我不相信那种什么他人即地狱，帮助他人会变得不幸，这种比较重的话。因为我从小我爷爷就会跟我说一句东北名言：做人就像雨伞，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别人凭啥把你高高举起我真觉得，我觉得当把雨伞挺好的，因为就算他人真的是一片地狱，我也可以是一把天堂。就有用就完事儿了，朋友们。最后分享一个八卦我听说赛制还没定死，现在是5人队，后面可能还要补人变成7人队。我会租一个商务车。讲完了，拜拜。太牛了，太牛了！Seven 的表演结束之后，不要被他的颜值迷惑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Seven。Seven， 你觉得比到现在第3轮，心态上有变化吗？就是每年都在走几轮，其实还挺放松的，但是也有点压力，因为感觉自己前2轮比得很差。就是我觉得你这一轮好像，开花了，更松弛了，然后这个舞台更像你自己的了那种感觉。对。周老师打游戏打得好。打王者荣耀，怎么打都没那么厉害，不知道为啥。他的那个辽宁省第1亚瑟得打多长时间？我还打很久，所以我刚才一直在震惊，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又好好上班了，然后你又好好说脱口秀了，你还能打成辽宁省第1亚瑟，怎么做到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了，也没耽误读书，还行吧，还行。所以你怎么做到的？你的时间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就是那个坚持玩，总会。
就是你每次总选那个，因为选别的吧，就是吃经济，就是那个影响队友。我就吃草挤奶，我就努力练习。你也找了王者荣耀的教练吗？你可以找我你会成为更好自己的，张俊啊。我觉得 Seven 这一段是很流畅的观点型的段子，而且一开始我是一个银这个梗其实并没有预期你后面还能翻，但你后面翻得很好，就是技巧也很好。耶，开心了。我好像很少听到 Seven 讲职场以外的他自己的事儿。因为 Seven 其实舞台上他是经常出现3G 选手嘛。但是我除了他的职场以外，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一个内核很稳、很善良的一个人。但除此之外，他的面目其实没有那么清晰。他是本季另外一个面目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的一个选手，因为他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他的情感和情绪，这个很可贵。因为你在舞台上，你的人物设定非常的明确，是一个职场的一个人，但是职场人他内在是什么？这个已经开始呈现，所以刚才还挺打动我的。鲁豫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刚才跟你的感觉一模一样，因为我自认为我是脱口秀的铁粉儿，我自认为老人我一个都不落下的都认识，唯独我对你来了，来了 ，sorry， 不是。我不是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已经到胃里了啊！我对你们每一个人，不管新的老的，我都特别爱。就是昨天导演他们跟我对本子的时候，我还想 Seven 怎么那么耳熟啊？但是今天这个，我觉得这3届没白参加，特别好。谢谢。我还特感动，你虽然是你把自己位置放得很低那种，但是其实整个的完成度完成了之后，人就起来了。而且我想说的是，你不仅是个银，还是一个好银。谢谢。特别好的好银。我还有一个特别感动，就是每一届参加，其实我们的这个口味会越提越高，对你们的老人其实要求会越来越苛刻。你能在这种环境下，你能越来越好，全是靠不被记住。开玩笑。你是一个令我一定要记住你的人。谢，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了不起 ，Seven。谢。我也是特别替 Seven 开心，因为前2回感觉就是有点闷住了哈。这回一下开花了，是不是？老铁这回是生秀，生的是优秀，对不对？了不起啊，对。老铁生秀也是优秀啊，对。而且有用这事儿特别有感想。我以前就老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用，然后但是其实又没用，但是没用中也有用的点。我们演出那儿啊唱完一个歌，就感觉自个儿还挺厉害的。我们生的演出的时候，结束完了之后。我们后来上电台采访说，然后有一个孩子打电话说，刚才我妈带着我去看你们演出了。我说真不错。我说妈妈说什么？她说妈妈跟我说呀，你要不好好学习呀，以后就这样。Seven 终于在这一轮从他的职场出来了，给大家留下了好人的印象。谢谢。我们来看一看好人到底得多少票。一生平安啊，一生平安。Seven 190。Seven 出息。最高了吗？刚才是198吗？最高了 ，yes。哇，太棒了 Seven，看到了吗？各位，是不是又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好人有好报。来 ，Seven 回到自己的位置，目前为止个人最高分。来，不容易。西罗群你好样的。武汉不就搬一个人，
好好上班，然后周末演出，我挺愿意过这种小日子的。你可能去咖啡店，人家说，哎，我看过你脱口秀，同事说没事给我们要2张票，我挺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很踏实。哎呀，领导发来了消息，我先干会儿活。我天，你这班味太重了。我把食材塞这里了啊，我就一会儿开会。来了，在。哎，您说，哎。我是真的很真切的知道，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没那么重要。其实大家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能就是一个庞大社会运转下的一个小齿轮。Seven 去工作吗？得去，不去不知道行不行。Seven， 你愿意当小彩旗吗？我可以，我愿意，我就在这转。你会想要停下来休息休息吗？可能会停下来吧。但是我又会感到焦虑，我还是忙点儿，我更踏实点儿。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演员，脱有3季的宣发组组长，掌声欢迎季烨。大家好，我是季烨。本来想声音小一点，但气氛有点太好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聊聊我最近认识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特别年轻朋友，12个月。是我的孩子，my son，叫王好想。王好想特别可爱，而且这个年纪的小孩，他的好奇心特别旺盛。前2天我回北京，他趴在我的身上，抠我的肚脐眼儿。网上说了，孩子探索世界的时候，家长千万别打扰。我不敢打扰，他抠了半个小时，给我抠的都拉肚子了。最后我还是制止了他，像林俊杰一样，我说，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哎，我发现小孩的快乐真的很简单。我现在逗笑我的孩子，只需要摸，他能笑好久。哎，这个技巧要用到咱们演出里面，摸，能骂好久。每次看着孩子，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因为我以前呢，也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帅气小男孩，普通小男孩，小男婴，好吗？真的，我一上课我就好奇，脑袋里面有什么，课桌里面有什么，头卡在课桌里怎么办呀？真的有一次就卡在里面了，语文老师在讲课，我卡在课桌里面了，我只能干拔，拔不出来。我说完了，这把卡盐局啊！那节课老师教的是现代诗，但我学的是藏头诗。老师生气说季烨人呢，我说老师我学进去了啊。他说你再不出来我叫家长了，我更出不来了，朋友们，因为我一听到叫家长我就头大。我还好奇所有东西的味道，属于是逮啥舔啥。你们身边肯定有我这样的怪小孩，我最喜欢啃铅笔，我觉得2B 的铅笔最有嚼劲儿。春游别人带零食，我端着文具盒就去了。但我同桌更奇怪，他啃指甲，而且只啃大拇指。我还劝他呢，我说咱们这个年纪啊，最好不要挑食。一上课那个场景可壮观了，我咬铅笔，他啃指甲，我们像2只饕餮，在堂食。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因为自从我们当了同桌之后，他就没有自己削过铅笔。当然了，我一直是自己剪指甲啊，我爱卫生。你们很有想象力，我也很有想象力，因为小孩就是这样，好奇多了就会开始想象。我小时候总在想，我说天上的候鸟为什么要排成人字形啊？我想候鸟是不是喜欢人类啊？我问同学，我说要不要跟我一起排成鸟字形啊？没有人鸟我。我同桌鼓励我说，你可真会想象，给你竖个大拇指。我说谢谢，我不饿，你自己吃吧啊。想象力很丰富，所以我也很爱画画。我是那种想到什么就会画什么的，尤其是在课本上。真的，你们没见过语文书，信息量可大了。我语文书上的孔乙己穿的都不是长衫，公主裙。狂人日记在我眼里是换装游戏。
小说里的孔乙己一生薄凉，但奇迹暖暖啊。我当时觉得杜甫也很惨，我会给他手里画一把加特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鸡逼你！我座位旁边的墙壁上也全是我的涂鸦，同学看完都震惊说：“哇，敦煌！”因为画的实在太多了，老师就喊来了我爸，我爸给我打哭了，但是我还是要画，因为他只看到了季夜哭，而我看到了莫高窟。谢谢，因为我自己写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真感慨，我说我小时候可太有意思了，我都想宴请童年时的自己，改天必须去趟文具店。识字柱啊！但朋友们，你们别担心，我不是要写一个那种追忆童年的故事，我现在还是会好奇，只不过好奇的事情变了。小时候最爱读的书就是《10万个为什么》，现在你说他一个月能挣10万，为什么？真的，以前我总问为什么天空那么蓝，现在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徐志胜那么红啊？为什么？点改 why 点改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情绪哪儿来的啊！就现在想象也变得很具体。我闭上眼，我就会想到今年我能进总决赛，然后接广告、拍商务，顶替漫才兄弟上春晚。我都想以后我不叫王继业了，我想把我的名字倒过来，你们就叫我业绩王吧。有了，可以。真的是这样，因为以前我讲脱口秀是为了快乐，但现在就想靠它挣钱。我好久没看线下那种脱口秀演出了，你除非给我赠票。朋友的专场我分币不花，但我开专场想卖你们500发。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长大了，所有好奇的事情都有答案了。真的，天为什么蓝？是因为太阳中的蓝光被大气散射的最明显。候鸟排成人字形是在利用气流节省能量。至于徐志胜为什么那么红，是因为他幽默、善良、真诚。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虚伪、浮夸、谄媚。我跟小时候一样，依然是逮啥舔啥。我们小组有2只赛级犬。我觉得就是这样，朋友们，就是这样。我只有脱离想象的自留地，我才能抵达富裕的桃花坞啊！哎，桃花坞的导演，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但我有一点点担心孩子的未来，因为现在他们好奇的东西，网上都能生成画面和答案，我怕孩子满足之后就不想象了，我怕他过早的变成了大人，我怕妈妈也跟不上他的成长。我们家以后早熟的孩子，半熟的恋人啊！我想过最极端的场景，我说：“孩子，爸爸带你去迪士尼。”他说：“爸爸，都是假的。”我说：“你这孩子，别的小朋友都去，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啊！排队快乐吗？哦，最快乐的是买优速通的人啊！他们快乐就是因为看我们在排队呀。”快乐从不来于虚假的城堡，而是对他人痛苦的占有和比较啊 ！Wake up, my father！ 我会崩溃的。如果孩子这样的话，我会崩溃的。我说孩子，咱不出门了，咱出家吧。我说孩子，你这么博学睿智，你法号就叫博瑞吧。博瑞也是无聊的意思。但我知道有人可能不理解我，可能觉得我想的太极端了，因为孩子毕竟才12个月嘛。但我就是怕以后再逗他，他就不笑了，这招就不灵了。我得用那种特别短视频的方法，我得是那种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会？孩子说这个梗过时了，老头儿，你没用了，爸爸。我很害怕，但我不抵抗科技。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但我就是很自私的，我希望孩子也能啃铅笔。啃一下就可以 ，iPad Pencil 也可以啊。算了，这个我有发言权，还是得啃2B 啊，因为这种电子的 Pencil 没有锅气，但也不能总吃铅笔嘛，因为总吃铅笔身体会出问题的。探索世界还是得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我推荐美赞臣蓝针，
首款超30倍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配方奶粉，体质够棒才能撒野，脑力跟上更有想象啊！你们对商务嗅觉很敏锐啊！是的，接商务了，接商务了。因为孩子的愿望要实现，我得先变得现实，我得先变得现实。我真的很羡慕来现场，包括线上看脱口秀的大家。你们能来看脱口秀，说明你们的想象力还在。我能感受到，因为我说脑袋卡在桌子里的时候，有人肯定有画面了。所以我想说，这场演出结束之后，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排成鸟字形啊？好，谢谢大家，我是季烨，祝我们今天开心，谢谢。来，倒计时。谢谢大家，谢谢。哎，这一轮突然风格稍稍有点调整啊，就表演方法。表演方法会有一点点吧，但是今天确实，有时候我的那种干拔是遇到气氛不好的时候会嘎拔一下，就是这种。但气氛好的时候我也会拔一下子，因为借着大家的气往上爬一爬，我觉得。对，反正总之就得拔呗，总之就得拔，因为你现在是个拔，是不是？拔，哎，怎么样，曲琼姐看着开心哈？我季烨那肯定是我老观众了，对他印象特别深。你说成什么样，我都会觉得特别。你看看，好了也不行啊，好了也不行啊，不是那个意思。你说成什么样我都喜欢你。我以为只有骂人的话会伤人，但我爱听，我懂您的意思，我懂您的意思。以后知道群姐风格了，就不会怪我了。不是，我希望您多来，我们需要这样的品校园。因为我是追你们的这个脱口秀嘛，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爸爸。包括你的上一次的决赛，好像你没有来。哦。你在产房，然后很温馨，那一幕很感人。对，然后大家一块儿写了封信。好想和你说一句，你可以活出你想要的人生，做任何你想做的事。那也是节目组给的一个礼物，对。其实我是对你们这几个老人，我都很有感情的。所以我今天我是完全欣赏的一个心态来看。我刚刚拍是在广告那儿拍，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有爸爸的责任了。明白，谢谢了。对，我觉得很好。好，担负起来。而且你那个说你孩子抠你肚脐儿那个，我都感动了。对，抠的你都拉肚子了。是因为这个感动的吗？是因为这个？因为这就是爸爸就是对孩子就是这样的，因为孩子那会儿很舒服，你就得忍着呀。明白，是的。包括他从大家都觉得干拔的那一下，他其实想要照顾整个场的气氛，就是他会细腻到他想要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包括他说完最后的整个段子的时候，他会想的是想告诉每一个人，就给大家一个拥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季烨他就一直有一个不停的反差，然后又翻一下又反差一下，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真诚很温暖的一个人，所以就越看就会越被他的表演感染到，然后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喜欢这个人。谢谢老师。我觉得季烨的现挂能力特别强，我是拍在现挂的地方。我也觉得你干拔是很大的优点来着，就是因为你情绪感染力很强，心路历程比较复杂，然后逻辑又在来回反转的这么一个稿子，能一直带着观众听下去啊，还是然后我也觉得你很适合上桃花坞，祝你早日上去。好的。就像刚刚鸟鸟讲的特别赞同，我本人我觉得干拔我很喜欢，因为它成为你的一个风格。还有就是生活是个富矿，你可以使劲去挖，能够挖到很多好东西。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来，在季烨的表演结束之后，季烨的得票是195。哎呀，也高的。真。季烨回到自己的团队，可以吗？稳当，可以。因为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想象20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原本的底是，我接到了20年后的电话，我问他，我说你过得怎么样？有多少钱？挣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时候突然20年前的我也打来了电话，问我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我想有那种童年的想象和现在的想象有那种
对撞的那种感觉，但是又觉得太山了。现在有了孩子之后，我陪他能再过一次小时候也挺好玩的。比如他说有一天说我想去水里抓蛤蟆，我希望自己也能说 yes sir， 咱们一块儿去抓，我们去把蛤蟆队长给你抓回来。我希望我不做一个扫兴的父母嘛。3级男孩派出的第3位，挺好，文珠仍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他的东北故事。他为什么永远都是这么的？又高级又寒冷的高寒。我叫高寒，然后我上过初中。初中上的很艰难，因为当时总有人管我要保护费，非常奇怪，不知道为啥，我总能激发男人的保护欲。我上初一开学第3天，在校外被一群人拦住了，管我要保护费。我说你们要干啥呀？啊，哥哥，不敢不给，因为带头的是学校的扛把子龙哥，他说不给钱就打你啊，给我说懵了。你缺钱打我干哈？不应该打工吗？但我最难受的是这群里有个人穿着小学校服，小学生，他拿我钱都算崩老头。我觉得小学生不能欺负，因为我是个初中生，初中生应该被初中生欺负。他还没小升初就当上了小初生。小初生。回家跟我爸说，我说爸，学校有人抢钱。我爸说没事儿的，你放心，从明天开始，爸不给你钱了。这对吗？长大之后我问过他，他说没想到我能挨欺负。他说你学习好咋能挨欺负呢？老师喜欢3好学生。我说可是坏学生喜欢3好学生。不是你学习好跟挨欺负有啥关系啊？难道说龙哥一群人给我围住要打我？我说你要打我，内错角相等，2直线平行。所有人大惊失色，说龙哥快跑，这小子是数学课代表啊！为了不挨欺负，我去纹身店纹身，一进去给我吓坏了，里面全是精神小伙。胳膊上都是纹身，然后黄毛、污言秽语，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是好优美的中国话。我知道未成年禁止纹身，所以我进门第一句话，哈哈，昨天18岁生日过得真开心呐。当时我的身高是1米43.5。好一个叛逆的侏儒啊！但老板一句话让我非常尴尬，他说你要纹啥呀，小朋友？他就不想让我学坏嘛，我就问他，我说，哥，20块钱，纹啥最带派？他说3.14，15926。那天我没纹成，当我在纹身店遇到了龙哥。他刚纹完，虽然他是初中生，但他可以纹身，因为他留过3、4级，在初3就已经成年了。那年是龙哥9年义务教育的第12年。他刚才在手上纹了一个香奈儿的标志，就是香奈儿标志2个 C 那个。我不认识香奈儿，我以为他是奥某迪纹一半，太疼了。老板说这是高级的奢侈品香奈儿，我觉得非常奇怪。纹身不是为了让人害怕吗？谁害怕香奈儿啊？龙哥一个大嘴巴子过去，掀起了一阵小香风。那天我意识到龙哥能保护我，他能保护我，所以虽然他欺负过我，但我就在那假装的很亲热，我就在那，哎哥。
哥，可能你们觉得我太卑微了，但我只是嘴上管他叫哥，我心里喊的是主人。啊，我说龙哥，我太崇拜你了。这句有点真心，有点真心话，因为当时好多小孩都崇拜龙哥，因为他特别暴力，看谁不顺眼就打谁。现在大家讨厌超雄，但那个环境里，如果你染色体是 XYY， 那你 YYDS。讨好的，疯狂讨好的。回学校我也疯狂的讨好龙哥，天天给他买辣条。哎，有时候课都不上了，逃学为龙。那我特别会来事儿，我都是把那个辣条的包装袋撕好了再递给龙哥。后期我一撕包装袋，龙哥就流口水。给他手下看懵了，说这小子是驯龙高手啊！天天讨好的，而且很有效果，很有效果。之后谁还敢欺负啊？别人要一说要打我，我说我认识龙哥啊，那不打了。他不是龙哥，他是和平哥。而且保护我的同时，龙哥也没有放弃对别人的欺负啊，还是非常暴力。学校里大道上走过来人，直接拉过来打一顿，完全不认识。我说为啥呀？他说这小子太埋汰了，头发上有油。我说有油你就打他，你是美国呀？但后来我跟龙哥的关系破裂了，因为我干了一件非常大逆不道的事儿，我考上高中了，直接不搭理龙哥了。就是这么残忍啊！上岸第一件，先斩社会人。然后之后我就是逐渐的上大学，然后龙哥甚至都没完成那个义务教育啊。但我不是，这不是一个校园暴力的施暴者会得到报应然后一事无成的故事。龙哥现在还是非常厉害。我上电视之后，同学都祝贺我，只有龙哥他还想着保护我。给我发微信，说高涵，你买保险不？那一天我就想，其实我跟龙哥的感情很复杂，但我从来没有跟他表达过，所以，屏幕前的龙哥，你会看这个节目吗？希望你有腾讯视频会员。这当年有好多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在这里我想引用一句名人名言来表达，就是钮祜禄甄嬛曾经说过，在你身边的每一刻都让我觉得无比的恶心。我好像初中毕业了。小龙，拜拜，讲完了。我的天哪，他自己也讲进去了。来，各位，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高涵。高涵怎么了？你最后那下是一下就回忆回来了，还是怎么了？你感觉哽咽了一下？我没哽咽，我就是觉得哎呀挺闹心的，挺难受的讲的。是。我不是因为观众朋友们难受啊，我是因为上初中那个时光难受。哦，现在不就出了气了？出气了。好嘞，给你掌声，耶！上学时确实都碰见过这事儿，你要非往心里去，他就过不去，没事儿，就这么着。他说那大哥纹身，我们以前那大哥是那个身上穿环，那个身上穿一大堆，这一排环，这儿还有环，脸上环，耳朵这儿有环，我看着他感觉上辈子是个风铃，你知道吗？这个人。然后每天也是哗啦哗啦的，然后都有点害怕。但是后来自个儿长大了，咱们成长了，他们还是以前的那个初中时候，因为他们永远活在一个初中时候感觉能欺负人的那个印象里。然而咱们却已经往前走了很多步了，咱们都是回头看的，还有什么可去那个遗憾的？但是他们没得到惩罚呀。啊，他们一直站在原地，已经是惩罚了呀，因为咱们一直在往前了已经。哦，我觉得高涵就是还是仍然带有一种中学生的气质，感觉穿什么都像穿着校服一样。这个是因为我比较土啊。没有，洋气的。
哦。西班牙人老师都这么说了，因为我刚在电梯里面碰见他了，我说哎呦高寒，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他，在电视上看真的是给我是另外一种感觉，一个是个高，然后五官都长得非常的清秀，特别有校园的感觉。行，谢谢你。我觉得演的也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不好，我看你在台上有点难受了，我觉得演的还行。我是只要上台，就算我满票我也难受，我就是生理性的，跟效果没关系，就是我太紧张，我老想吐，完身上抽筋儿啥的，这是生理，不是因为演的不好。哦，我觉得还是保持了你的风格，就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行，谢谢你。高寒的创作一如既往的是很厉害的，就还是有文学性，而且这次又塑造了一个很鲜活的一个人物龙哥。虽然真名什么我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然后里面他很多细节，对，尤其最后就我特别紧张，我怕他最后变成一个和解的一个结局，那样我就会有点失望。但是他最后翻过来了，我觉得那个结局我特别很高兴，也很感动，我就觉得很好。哦，谢谢，感谢。高寒在自己的表演结束之后，他得到的票数是188、189，又一个190，200。194，非常高的票数。哇，韩宝，甄嬛传，咋了？好，有点尬了。3季男孩要派出的下一位朋友，在第1轮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异常强烈，掌声欢迎赵越。大家好，我叫赵越啊。第1轮我讲的是我和我妈妈的一个段子，播出后也没想到成脱口秀大孝子了。我本来是想让大家夸我好笑的，但现在大家都夸我好孝顺。那底下的评论看着都害怕，他说这么有情有义的小伙子，底下居然还有人笑。底下不笑，我不就哭了吗？还有人批评我说：“那爸爸呢？爸爸就没有赚钱养家吗？你不该只讲妈妈。”第2轮讲的就是爸爸，我是真孝顺。我大爷也看了我这个视频，他还给我打电话说：“你在上海好好干，别给咱村丢人，别让上海人笑话。”我说来就是让上海人笑话的。我爷他很怕我被笑话，小时候跟他进城，我干个啥他都说城里人笑话的，有时候街上都没有人。他说你看到那个楼了吗？里面全是笑话咱们的。我当时对城里人印象很差，后面讲了脱口秀我才知道城里人轻易不笑话别人。我来上海之前，我非常的紧张，我很怕被这边人瞧不起。但来了之后，发现这边人都非常的好，老高看我。上海的朋友带我去看话剧，看完后他说感觉这场观众不太嗨。我说可能是因为今天下雨，你不知道哪些观众的鞋还是湿的。他说越你想的也太细腻了。我说我的鞋是湿的。你走路来你也细腻。我觉得上海是一个非常花自信的城市，每次我在老家攒了很久的自信，一来这儿就花完了。21年我来上海前，我觉得自己的段子无比的精妙，来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段子粗鄙。朋友问我你当时讲的是啥呀？我说讲的是第一次亲嘴，是在表哥的婚礼上，喝醉的表哥强吻了我。朋友说你这在农村也算粗鄙。我这个发型其实在我们老家很潮，
叫韩氏正太头。剪完头发的时候，理发师给我说：“你已经不能用帅来形容了，痞帅。”他说完之后，我照镜子我都觉得自己坏坏的。来了上海之后，发现上海的大妈都痞帅。我感觉我老家理发师坏坏的。讲了脱口秀之后，有观众说喜欢我的发型，上大众点评打卡同款理发店，记录痞帅生活。上大众点评，什么都能打卡，我的头发波波的，打卡多多的。我很怕在上海出丑。所以我第一次出去吃饭前，我还专门搜了一下上海什么吃饭的礼仪和规矩，本来是没有的，但一搜一大堆，还有些人编一些规矩骗我。他告诉我吃饭的时候必须把咖啡倒在米饭里一块儿吃。他说老上海都这么吃。我一开始我都没有怀疑，我是真敬佩上海人，我说真聪明。把咖啡倒在米饭里，这个它能防晕碳呀。但网上的规矩我也有质疑的，他有个规矩写的非常怪，他说上海一些非常好的餐厅，如果你吃饭吃得很好的话，你吃完饭之后，主厨是会出来和你见一面的。我吃完饭为什么要见主厨呀？还我吃得很好。他是出来表扬我吗？说我做的这么难吃，你都吃完了，你可真是个大饭桶。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上海吃完饭，我准备结账，我突然看到厨房那块掉下一个老鼠，我当时心想，这个不会就是主厨吧？料理鼠王。看到老鼠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上海都变得亲近了，因为我只有在我们村里才能看到老鼠。看到他，我说你也来上海了？感觉那个老鼠都快和我说话了。他说兄弟，看到你太高兴了，这个单我给你买了，你去叫服务员吧，就说我在这儿。记在我头上。吱。我也没有立马去叫服务员，我先拿手机把他拍了下来，我怕他逃单儿啊，不太信任老乡。当时把照片给服务员看，我看这边有老鼠，他说那不好意思，给您打个6折吧。我说那个我胃疼，然后他说那给您免单吧。我说那你给我打包吧。我鼠哥用命换的，我不能浪费。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怕上海，但我朋友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这么怕上海，那我如果给你套上海的房子的话，你还怕上海吗？我说那阿拉上海人啊。有谁会怕自己的家乡呢？我爱上海。我在这个城市真的有很努力的工作，我不敢在上海混吃等死，因为真的能等到。我很感谢上海给了我机会被大家笑话，在这个城市让我也证明了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能力，甚至证明了我的孝顺。网上说上海是一个很能装的城市，我觉得对，因为它很能装下许多人的梦想。就这样吧，谢谢，谢谢。哇！可以来着，可以啊。来，投票倒计时。哎，谢谢。邵越在第一轮播出之后有什么感受？好多人给我发自己哭的照片。他一边哭一边自拍啊！
我靠！还有人说他看了9遍，哭了9遍。我说你看9遍，那你第1遍不知道，你第2遍防备一下。就还有人说得让我给他道歉，因为他是在厕所看的，他把纸都拿来擦眼泪了，就是。你说你妈妈那个，我也感动了。这个我本来真是想好笑的，就是。哎，很好啊，那个是很好的。我觉得脱口秀也不一定就也可以感动嘛，对吧？有啊，对啊，他好笑是有好笑的地方啊，但是特别动人的地方也是有的，那怎么了？对。反正我觉得今年就是说质量特高，就每回这些东西，你说该乐的时候肯定是炸场子的笑，然后该那个动人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感觉哇，生活怎么这么美啊，是吧？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有自个儿的春暖花开，这是一件多么美的事儿。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想什么，关键这个发型，这个痞帅大妈这事儿还是挺高兴的。痞帅大妈那个好好笑，好好玩。现在你的粉丝团里有多少痞帅大妈跟你在一起？现在没有啥粉丝团，就是因为我的粉丝都在收麦子呢，就是。下回开专场，我觉得所有粉丝可以戴他这个假发，对不对 ？dress code 一块儿来看你的演出，一块儿削掉假发，然后多开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场景啊，越来越棒啊！就特别爱听赵越讲故事，就特别的说服我，而且每次我都能从他的故事当中去找到很多的力量，去温暖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我感觉赵越是不是一个很害怕别人夸你的一个人？别人骂我也怕。他就是害羞是吧？对，我就感觉他就很害羞，然后很客气，然后感觉他跟所有都是哎谢谢，就感觉一直在这样一个害怕的那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也更好奇，你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第一次来到上海，我其实很震撼啊，但我还是在朋友圈里批评了一下上海。批评了哦，因为如果我在朋友圈发，哎，我来上海，这显得就没有范儿了，就是。我就专门稍微吐槽了一下上海的城市建设，我说上海的路歪歪斜斜，隐约能从地图上看出难走2个字啊，因为太装了，没有人给我点赞。我也在想，为什么就是赵越那一段上线之后，大家会收获那么多？在我们现场之外的更多的感动的情绪，就是因为赵越的段子是很经琢磨的，尤其这一段很不同，他还是表现出一贯的那种特别真挚朴实，但除此之外，他允许自己展现更多特别复杂的情绪，就是面对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一个个体的那种无助渺小，甚至还有一些他以前没有表现过的愤怒或者什么。因为我们坐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劣势，看不清表情。上线以后，你加表情、情绪后，你会再捕捉到更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你的段子上线以后会有新一波的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情绪？但我觉得都特别好。我觉得赵越的梗写得很聪明，就是该稍微拖一点的时候会拖一点节奏。比如说，你要直接说我的发型像老太太呢，它就不好笑。但你要说啊，这里的老太太有一点痞帅什么的，就是其实要找到这个准确的词是很不容易的。其实这个地方是很巧的。然后到后面，如果我买了房呢，阿拉桑海宁，这里又很快。就是所以这个节奏是有张有弛的，很不容易。还有，我觉得你今天表演上也。我能感受到你有一点突破自己，就是你第一次支的时候，其实是有点被观众的笑声淹掉了，然后你立刻下定决心又支了两下。支，因为讲这个段子就是为了支这2下。对，就很可爱，挺好的。来，我们不夸赵越了，现在我们已经把赵越夸得手足无措了。对于小的时候你来说，大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一个非常不敢想的存在。TZ 的第2篇稿子有讲，我爸觉得我太激进了，他说你怎么能一下就去上海呢？他家里的规划就是先去省会，然后再能到上海。他没想到他一下就能来上海。我当时想法也是，我都没想到自己能在西安长待。第一次去西安的时候，就看大街都很新奇，也是第一次坐地铁，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就觉得这种生活非常棒。然后出地铁之后，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共享单车，一排的共享单车。我当时我不知道去哪儿，但是我还是扫了，然后骑了一圈。音乐讲究每一个音符的和谐，
健康美味更要精准的咸鲜平衡。海天薄盐，每100毫升盐分低至7克，开启精准控盐新时代。海天薄盐，减盐不减鲜，每顿都是好吃的健康餐。颜值7克，鲜满10分。海天7克超薄盐，更多海天薄盐系列产品，我的减盐选择。赵月得到的票数是190加200。赵月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199。来，赵月回到自己的团队。天哪，太香了！马上要上场的各位，本场的最后一位表演者，欢迎贾浩。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6、7个小时的喜剧地狱最后一个演员了，我们就开开心心的给今天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以吗，朋友们？来吧啊，欢迎大家，我是贾浩啊。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这几年下来，大家应该都知道，一到夏天就是喜剧的夏天，就是脱口秀的夏天，对吧？像今年夏天，大家最期待的2个比赛肯定是脱口3和世界杯，对吧？是吧？说到世界杯，就必须要和大家聊聊催婚。这个转折是和家里人学来的，因为我家里人现在一看世界杯就说：“你看别梅西都3个小孩了。”跟他们学的啊。我没想到我38岁了还要和大家聊催婚，完全没想到。对，我现在是我们镇远近闻名的青铜王老五。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我38岁怎么也是在托儿所接小孩，不是在脱口3接赵月呀。199票，太棒了！38岁，家里人的催法也不太一样了。我表姐小孩都已经上大学了，我表姐小孩都上大学了。他如果有一天你外甥都结婚了，你还没结婚，你这个舅舅当什么当？我当伴郎。我爸催得更着急，去年国庆回家一趟，我爸一见到就说：“儿子，过年可不能再一个人回来了。”这句话很多没有结婚的朋友都听过，对吧？还算正常，还算正常。下一句就有点离谱了，他说最好3个人回来。当时距离过年只有4个月。我说爸，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单着突然就有老婆小孩了？我爸说你们热搜上不经常这样吗？还经常跟我说你再不结婚，再不要小孩，我们贾家就断后了。我听完感觉穿越到《红楼梦》，贾家断后。我觉得父母催我能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专家在网上批评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又不结婚。你不知道原因吗？就那几个嘛。第一，大家没啥钱嘛。你要哪个专家说领证我奖励几百万，你结不结？我结渣都行，对吧？钱管够，贾家断后。我拿着几百万开启我的劫后余生。劫后余生。
第二是没有遇到真的让你奋不顾身去喜欢的人嘛，对不对？我身边之前有个很好看的女生朋友，好几个男生都在追她。我问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答应其中一个呢？我性格已经成型了，我不想再去迁就任何人，去改变自己的性格了。说得好好啊，对吧？我说如果王嘉尔追你呢？他说我愿意。我性格还有很多短板。都可以改嘛！我说你清醒一点，王嘉尔只有一个，喜欢的人几百万。他原话哦，他张凌赫也可以。我那一刻，你们懂吗？我无比心疼追他那几个男的，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和谁竞争。醒醒吧，我的几位大兄弟，你们甚至不是 Plan B。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30加以上的单身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年龄越大越难谈。像我38岁，真的很难认识新的异性朋友，不管是玩交友软件还是私联粉丝都不合适。因为这些在脱口秀发展史上都有反面案例。家里长辈也经常说：“哎呀，那你们公司同事之间互相消化一下嘛。”还同事互相消化，我看到同事都不消化。我现在跟年轻的朋友其实不太玩得到一起了，你很难想象我38岁了还和年轻朋友组局去夜店蹦迪，我去不了夜店蹦迪了。夜店一开门我就困了，夜店刚关门我就醒了。我这个作息适合给夜店干保洁。38岁再相亲也很直接的，像我们这个年龄相亲主要看银行卡和体检报告。但如果银行卡情况特别好的话，体检报告可以特一般。这个需要上点岁数才听得懂啊。但如果你银行卡情况特别差，那你最好是男大。因为男大和男的是两种生物。你看网上有的男大还在那，哎呀，不敢走夜路，怕黑。我这么说吧，我们男的从来不怕走夜路，我们不怕黑，因为我们一说话就有点灯。我今天其实不是想吐槽催婚，我觉得家里有人催婚其实挺好的。因为我家里那个洗脸池的水龙头坏了好几年了，我每次洗脸必须要拿手去接那个水再洗脸，很不方便。我爸都没有修。有一天我真的忍不了了，我说爸，如果有一天我女朋友来了，是不是也得拿手接水过来洗脸？我爸当天下午就修好了。后来我太会了，天天在家里，如果我女朋友来了，我想吃车厘子，我想喝茅台，但后来我爸妈也会了，经常对着我。如果你天天这个样子打游戏，你女朋友永远不会来。我说如果她来了，他们永远不会来。哎，你们有和爸妈因为一个没见过的人吵架吗？我们家好像那个凤凰传奇呀，我在那儿，如果他来了，他们不会来。其实想想，父母挺不容易的。他们催我，是因为有岁月在催他们嘛。我算了一下，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爸妈催我催婚催了14年了。14年，2个7年之痒。他俩现在是我的养父母。14年下来，大家太懂彼此催婚的套路了。经常在饭桌上，他俩在那儿，那个我说知道了，他们说知道就好。有时候 report 看到有观众给我送花，我爸说，哎，我说不行，他哦。有时候甚至都不用说话，我爸在那儿，嘿，我说他，哎呀。我觉得在催婚面前，我们真的就是要转移父母的注意力，帮他们找到真的热爱。我过年回家给他们一人买了部新的手机，帮他们下载了小某书和红果，手把手教他们从入门到沉迷。现在怎么说呢？我爸的小某书粉丝7万6，但他关注了8万人啊。
就这个工作量，天天在小某书学用法，语言都学杂了。之前网友开玩笑说过介绍对象，我爸就回了2个字：蹲蹲。后来还说想感谢这个网友，但又找不到人，只记得名字叫摸摸。我爸说，除了这个摸摸以外，最想感谢的是常年冲浪搭子中国移动，网速这么快，信号这么稳，而且这个网到处都有，比摸摸好找。我爸真是学太快了，移动的流量都被他蹭上了。我妈那边更是，过了3天起早贪黑刷短剧，没有家务烦她，没有我爸烦她的生活。3天刷完，我妈给我来了句：“一个人挺好的。”刷短剧第3天，我妈重生了，真的，过年回家1天都没有催我，1天都没有催我。但是走之前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空空的，大家能理解吗？为什么不催了？是我被放弃了吗？还是说你俩在悄悄备孕了？直到他们送我去机场路上，我帮他们的手机开一些会员，没忍住看了一下他们小某书和红果的搜索记录，记了2条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爸的小某书搜索记录，第1条，父母如何委婉催婚，子女才不烦；第2条，儿子是水瓶男，是不是真的狗都不谈？你们这个反应有点伤人了啊！我妈的红果就1条搜索记录：霸道女总裁爱上讲脱口秀的她。原来父母的成长就是从当初直白的催促变成了默默的关心。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我写这个段子想知道一个真实答案，所以我真的大前天问了我爸妈为什么最近都没有催了。我妈说：“儿子，你健康快乐就好。”我爸也很体贴，说知道你比赛很忙，准备等你脱友3录完再集中聊一下。现在怎么说呢？我今年一定要进决赛。还有一段，讲完啊！只要我录的足够多，我爸就催不上我。这个节目我会一直录，正片录、小会录、衍生录，实在不行，革命节目我也录。我要一直走花路，谢谢大家，我小浩，谢谢。太牛了！冠军！妈呀，录了3个了，终于有人喊冠军了。是我耽误了他。咱上法只是倒数的。来，投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展浩。徐英姐在这儿，不光爆笑，跺脚，要把这个台跺塌。展浩老师，您再听听徐英姐特别真实的一个点评。我觉得你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啊？你怎么进决赛？你这场太爆了。哦，徐老师，我觉得你真的你给自己拔得太高了。群老师，您没看前两期我讲的不是很好，但我后面段子会越来越好。你今天太好了，你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你进决赛肯定是能进，但是你，看饮料在聊天了，下边都是往下。你给自己的这个要求，就是自己给自己拔高了。明白。我非常喜欢瞿颖姐对所有人的点评，因为最后都会出其不意。他的点评叫寓意先扬。我看到了他的这个真诚，为什么？因为一般比赛都不会每一场就是都会稍微稍微悠着点，然后这个高高低低显得。展浩，我觉得从一上场开始，你这个控场能力，可能但之前我只见过那个豆豆是这样的，还得拉一个，对。最忌讳说别人说我像他啊，不是像他，我说现在只有你是这样独一份的了，你一定进决赛，去哪边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一定能进决赛。
我爱脱友啊！我说的隔壁节目是桃花坞，是桃花坞，隔壁节目是桃花坞。齐勇姐太逗了，就是说，如果没到您的那个程度，你就感觉哎呀怎么不好，是不是？然后一到这个程度，说怎么能好成这样？不能再好了。是，很好很好。而且我觉得贾浩现在演出根本不是表演，是个明星的演出。他自己享受，他在台上很享受，就是很自如了。一个是自如，就是有那种光芒，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明星在说脱口秀。别再夸他了，他得意着呢。周深夸2句。哇，还怎么夸？就感觉所有人的呼吸都被你拿住了。哎，但是贾浩这一路上，就是说谈恋爱这事儿，后来就是怎么了？就是我现在只能说我有喜欢的女生，但是没有跟。因为我爸妈包括身边朋友就老想着给我介绍这个介绍那个，但我也不方便怎么那个。一般我们会觉得舞台上表演好像张弛有度的表演是很高级的，但我有时候会被那种倾尽全力不惜力会全部都给到大家的东西会被他给打动，就包括贾浩，包括刚才像基业他们那种表达我特别喜欢，就对一个比赛我志在必得，然后全部都给到观众，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浩哥是应该线下演出效果最稳定的演员之一，就是每一场都是效果很有保证的，能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就需要很勤奋、很努力，然后也有天分才可以。谢谢大家。我确实觉得，身边很多朋友都吐槽过，就觉得年龄越大越难谈，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去认识新的朋友啊，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点讲出来。那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打开38岁精致沪南的一天。这是我的好朋友贾浩，早上6点就开始起床了。有哪个正常的脱口秀演员会6点就起床？你画面不要转那么快，我还没有吐槽完。然后开始洗脸，喉咙出水，哎呦，搞得嫩嫩的。擦干又喷湿，又风干，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抠啥呢？也不让我们看看牌子，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名贵的护肤品。我还以为是刚才没洗干净，原来是洗护要分开。好嘞。哇，打网球，这可是沪南标配啊！看看广智的段子下饭。怎么只看广智的脱口秀呢？我的不好看吗？这些书，哎呀，知识都学杂了。好多没有拆封的书啊！但是大家不要光看没拆封的，拆封的也很多。希望今天拍完这个也能出点好梗。给我个梗，给我个梗，给我个梗，让我写段子，让我写段子，让我写段子啊！啦啦啦啦啦啦！开始换衣服了，第一套西班牙的球衣，身材很不错。第二套巴塞罗那的球衣，笑容很不错。这2套球衣能看得出浩哥是个球迷。这个嘟嘴会让穿搭更合理吗？最后选了最难大的一套，哇，38岁难大。这边，很想给大家分享一次。希望明天能比今天更好笑一点点。一天干了这么多事情，浩哥也太完美了吧，就是还没有女朋友。贾浩表演结束之后，4位回到台上，到了我们来看3季男孩全组分数的时候。这真的是个人。我们在看到贾浩的票数的同时，就能够看到3季男孩的总票数774啊，太吓人了。请看，贾浩的票数是。太踏实了，浩哥。200。
很棒，有点空间。972。浩哥这一轮特别好，应该也是他这一季以来他自己演的最开心的一场。他的段子现在你就发现，就是他的梗绝对就是量大管饱，你就笑就完了。浩哥我觉得他也憋了太久了，我觉得他是终于要露出夺冠的爪牙了。我都不说他超常发挥，就是他正常的水平，而且他在后面给我们托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4个安心就非常稳的，你可能每个人都加了5%的那种踏实感。198，三季男孩的总票数972票，这就意味着三季男孩现在要居于第1位。太爽了！演拼盘了，演拼盘。而竹林五贤的5位现在要进入到待定席。太牛了！太厉害了！太强了！开心吗？头皮有点少。我怎么感觉你哽咽了呢？有点，哽咽了，有点，一点点。但写得很好呢。终于站起来了！希望我们都在这边坐着。希望是我拖累了你前2轮。不，希望都在这边坐着。还支了2次，我也支一次，没听懂。三季男孩，我觉得因为都是在这个舞台上的老演员3季了嘛，所以他们全员都能够以团队的形式进到下一阶段，我很开心。其实舞台是残酷的，像今年世界杯一样，你看到诸神黄昏，又看到一些新人出现，你会为新人高兴，但你又希望那些诸神还能够留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但你明白永远都是这个就是世界，这个就是舞台，是赛场。哎呀，我很久没感觉到这种团队作战的感觉了，就是那种感觉很温暖、很温馨。比方说，高寒上场前他说他特别紧张，他说浩哥你赶紧帮我揉揉腿，我有点抽筋了。就是我就赶紧给他揉腿，月月就在旁边可能帮他揉揉手什么的，就是那种大家上场那一刻有点竞技体育的美感。一下子回到了大学踢足球联赛、打篮球联赛的那种感觉了，就那种团队的感觉。各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的第3赛段5险2进赛上半场已经全部结束了，晋级有实力，经得起大众点评。接下来看一下目前排名前2的小队的榜单，同时也恭喜2支小队，期待你们能在下半场经受得住其他队伍的挑战和考验。来，各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记得为你喜爱的演员排灯，参与脱友问答，认证脱友身份，优先赢取演出门票和节目录制的名额。我们在微博上还发起了脱友3爆梗补给站活动，征集了观众朋友对脱口秀演员的暖心加油和趣味祝福，演员们也会在线给出专属的回应。完整内容请关注节目片尾的彩蛋。感谢脱友们的陪伴，下周同一时刻，第3赛段后半场还有更多的队伍，更多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会向你们发起挑战。各位，下周见。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烟火气氛正好，可口可乐不能少。感谢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的可口可乐赞助播出。体质不掉线，脑力不断电。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
快乐信号满格，冲浪一路丝滑。感谢我的网络好搭子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Lucky 皮皮乐 AWISY 跟我说，23年看到他选择离开舒适区，选择自己创办公司，就觉得好勇敢。特别感谢皮皮乐在托友3爆梗补给站对我的鼓励。我觉得离开舒适区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舒适区，希望我们以后走到哪里都是舒适区。谢谢。微博网友活着没烦恼在托友3爆梗补给站给我留言了，真的好厉害，可以把中专段子讲出那么多新视角，后面还会延续这个赛道吗？很期待出现在总决赛，我也特别期待我能出现在总决赛，但是我得好好努力吧。然后中专这个段子现在不是视角嘛，就是可能会不能说延续这个赛道，可能会多变换这个赛道吧。具体内容就是也保密了，你们可以期待期待，好不好？大家好，我是赵月。改了个啥呢？他想对我说，听到你说一辈子就是一年一年苦出来的，我一下子就泪目了。感觉我的妈妈、奶奶都是这样辛苦的人。感谢微博网友改了个啥呢？在托友3爆梗补给站活动当中对我的喜欢，给我加油，鼓气。希望你能有很多时间可以陪陪家人，和他们一起开心的生活。我自己也会加油的，谢谢你。5险2进赛目前已经过半了，下半场我们还有4支小队将登台表演。8岁那年我就感慨，我说人呐，不服老是不行了。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昨天，但明天肯定是今天。就突然就会回忆到很多东西嘛。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你这个就叫做 PTSD， 这个。我们羞愧，我们反省，我们既然曾经拥有。欢迎各位朋友参加我们今天的掌勺掌竞争大赛。优胜者将直面传说中的大厨，展开终极对决。我们要抢菜！姐，这是我们的灶台了。那主要我先来的呀。昨天晚上住在这儿，我们人多。姐，灶台了啊！你把虾放进去了。才会眼前说。我要。啊？你还真的有血？那个里面现在乱的跟那个地狱厨房一样。我好像闻到糊味了，岛主。这怎么回事？谁把这里搞得这么呛？快呀，快呀！水呀，水呀，水呢？你不是炖吗？我们不炖。不炖，它怎么能成为一道菜呢？你们这是人吃的，对吧？哎，全部暴露，根本不会做饭。请评委尽快给出分数。最重要的呀，没有我的，就一个。早知道有溜须拍马的环节呀。然后呢，这个河南人负责施法了一些对劲魔法。行，可以不用吃吗？那脱口秀能不能不好笑呢？哎，注意素质，注意素质。评委老师们是真饿了，我们是恶评，不是饿。其实你买这糖浆是真好，一点不溶水。这个鸡不是现杀的吧？难吃。为什么他们点评的时候只想打死他们呢？那2位老师准备给我们这一组这个菜多少票？我觉得已经超出了我们对食物的理解了。那就TY 们终极出道战重磅来袭，2大托友天团准备就绪。你们抽的是哪个道啊？下水道、机动车道。那咱就开始游戏。哎，你说呀！欧浩辰，我喜欢你。你干谁去了？真想锤死。这个赵月，你是什么？街舞，这是哪个街？小吃街的舞，小吃街的舞。3、2、1，饭撒木头人。赵月，你这是什么？我这没撒饭。是真出道吗？还是咱只是小会说一说呀？唱片啊、演唱会啊、节目啊，还有去浪姐的名额。魔力哥先生想去吗？你想去什么？跟魔力哥可以。好。我跟贾樟柯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山西的语言。这是一个脱口秀大王上得来的节目，
我就很希望布碑上写这个。粽子是很厉害的一个女人。成功者的故事总是有人传颂，失败者的心声却没有人诉说。和我一起探究这些被淘汰者的失败故事吧。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跟贾樟柯的电影很像？我觉得这本质上可能是因为有那种时代感，就比如说山西的煤矿、山西的歌舞厅、山西那些想要走出去的人、想要去南方的人、想要离开的人，这个可能是山西的语言，是那个黄土的语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离场之后的故事吧。遇见他们第2季重磅回归。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我含着我的舌头出生。现在来讲，我跟大家都会更愿意介绍，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了。我生在数字发展蓬勃的这个年代，机器现在都轻了。明白自己的使命，既不后悔过去，也不焦虑未来。你要去干自己真正喜欢做、你想做的那个事儿。写那种非虚构，就像自己在走那个迷宫，找不到这个出口在哪里。我就像一块试金石一样，所有的人在我面前展现的都是底色，淡淡的就会顺的。尽人事听天命啊！散落的群星从4面8方而来，不耀眼，足以照亮一个方向。有时候就是命运是不公平的。当你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去讨教。你很多机遇就是有些贵人，但这些贵人是你自己铺路得来的。人间烟火，平凡深刻。我觉得命运在改变我。惊喜面孔，偶然后场。当他们同框，坦荡、真实、热烈。为母则刚嘛，有爱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要素。我不想听别人再说我，只有呈现，没有文本。一句话看似平常，涟漪比想象更长。先被别人记住，再被认可，最后再被喜欢。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蓝针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脱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周日中午12点段子加更，居然还有段子可以看。周1中午12点脱友日记，大王动了夏天，围观合宿生活。周2中午12点脱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梁海源和脱友们慢慢聊。8月5日起，每周3中午12点遇见他们第2季圆桌又开，鲁豫和更耀眼的他们。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哦，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山东文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